今天我们一起深入解读世界黄金协会最新发布的《黄金市场评论》这份报告。这份报告发布于2025年8月，回顾了7月份市场的动态，并对未来黄金走势进行了展望。无论你是经验丰富的黄金投资者，还是刚刚开始关注这个市场的朋友，这份报告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干货。大家好，欢迎来到浩投资的频道，我是孙浩。那么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报告的第一页，报告的标题非常形象，黄金拖着自己走高。这说明金价的上涨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数据显示7月份金价微涨 0.3%， 收于每盎司3299美元。一个非常关注的点就是强势的美元让黄金在所有主要非美货币中的计价都录得了正回报，而从年初至今以美元计价的黄金价格已经上涨了 26%， 表现相当抢眼。报告接着提出了他们的一个分析模型，叫做 GRAM 模型。对于新手朋友来说，你只需要知道的，这是一个用来分析金价驱动因素的工具。模型显示7月份推动金价上涨的积极因素主要来自通胀预期的上升和地缘政治的风险，同时市场动量因素也起到了正面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一个更强的美元成为了沉重的拖累。现在我们把目光聚焦在第一页的图表上，这张图的标题是7月份金价上涨，但涨幅受到强势美元和动量因素的调节。这张柱状图非常直观地为我们拆解了每个月金价回报的来源。横轴是时间，从2024年8月一直到2025年7月。纵轴是回报率的百分比，每一个月都有一根柱子，代表那一个月的黄金总回报。而柱子里面的不同颜色则代表了不同的驱动因素。我们来看一下图表啊，浅紫色代表经济扩张，浅蓝色是风险与不确定性，深蓝色和绿色分别代表由外汇和利率带来的机会成本，深紫色是动量，灰色部分是模型无法解释的残差。现在我们看最右边代表2025年7月份的那根柱子，我们可以看到总的金价回报，也就是整根柱子的顶部是略高于0的，这印证了报告里面所说的 0.3% 的微涨。但有趣的是内部的构成，代表风险和动量因素的浅蓝色和深紫色部分是正向的，是推动金价往上涨的。而代表美元走强的深蓝色机会成本这个部分却是非常明显的负向的拉力，把金价往下拉。这张图表生动地展示了7月份黄金市场内部的一场拔河比赛，多空因素激烈交织，最终金价艰难收涨。接着我们翻报告的第2页，这一页的标题是重新审视仓位。核心内容是探讨目前投资者的仓位水平和金价之间的关系。在深入分析之前，我们先看一下第2页的表格1。这张表格非常有用，它告诉我们黄金的表现在全球范围内是怎么样的。表格列出了黄金以不同主要货币计价的价格和回报率。请注意看7月回报率这一行，我们可以看到以美元计价的回报率是 0.3%， 但在欧元区这个回报是 3.6%， 在日本是 5%。 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原因就在于报告第1页所提到的美元在7月份走强了。对于持有欧元或者日元的投资者来说，他们用法币购买黄金的时候，不仅享受了金价本身的上涨，还享受了美元升值带来的额外收益。这再次印证了黄金作为全球性资产的对冲属性。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的是第2页的重头戏，图表2。这张图表的标题是 COMEX 期货投资者并未充分参与2025年的涨势，这个缺口将如何弥合呢？这张图表的信息量非常大，我们慢慢解读。
这张图有2条线和2个纵轴，右边的纵轴和黄色的线代表的是黄金价格，单位是美元每盎司。我们可以看到2025年黄线也就是金价创下了历史新高，冲到了接近3500美元的水平。左边的纵轴和蓝色的线则代表 COMEX 期货市场上的管理基金的净多头头寸。对于新手朋友来说，这可以简单理解为市场上那些大型机构的投资者，比如对冲基金，他们看多黄金的程度。这条蓝线越高，就是越说明他们在集体性的压住黄金上涨。报告里面还用到了一个叫做 Z-score 这样的一个概念，这只是一个统计学的术语，用来衡量当前仓位水平相对于历史平均水平是处于一个多么极端的位置。现在这张图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就是报告中提到的张开的大嘴。大家看一下2025年黄色的金价线一飞冲天，但蓝色的投资者仓位线虽然有所回升，但和金价的涨幅完全不成比例，远远没有达到历史上的高点。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缺口，就像一张张开的大嘴。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尽管金价已经这么高了，但市场上最活跃、资金量最大的那一批投资者其实并没有满仓去做多。报告认为，这可能是因为之前的一些获利了结，但更重要的是，这意味着他们油箱里还有油，他们还有足够的弹药和能力去进一步建立多头的头寸。因此，世界黄金协会的观点就是，未来这个大嘴的缺口更有可能是通过仓位的蓝线上涨来闭合，而不是金价黄线下跌来闭合。这对于未来金价来说是一个潜在的利好的信号。那么有什么基本面因素会支持这些投资者继续买入黄金呢？我们来看报告的第3页，这里深入探讨了几个关键的宏观驱动力。首先先看第3页的图表3，标题是风波渐息，但仍未走出困境。这张图显示出3个重要的市场风险指标。黑色的虚线是 MOVE 指数，代表债券市场的恐慌程度。蓝色的线是政策不确定性指数，绿色的线是地缘政治风险指数。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近期这些指标有所回落，但整体水平依然处在历史高位。报告的观点是，别看市场现在有点风平浪静，但潜在的风险依然是存在的，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再次点燃市场的避险情绪，从而推高金价。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图表4，标题是期货投资者依然关心收益率。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最近黄金和利率的走势一度出现背离，这张图就回答了这个问题。图中蓝色线代表 COMEX 黄金期货投资者对于利率变化的敏感程度，而这条线处于零线下方的显著区域的时候，就意味着投资者对利率非常敏感，并且是负相关的。也就是说，当利率下降时，他们更倾向买入黄金；当利率上升时，他们也更加倾向卖出黄金。从图表上来看，这条蓝色的线在目前依然稳稳地处在显著的负值区域，这表明对于一些市场上的主力来说，利率依然是他们做决策的一个核心考量的因素。因此，如果我们预期未来利率会下降，那么我们就有理由相信这些投资者会增加他们的黄金多头的头寸。最后我们来看一下第3页的图表5，标题是阻力最小的路径可能向下。这张图把2个影响黄金核心的要素，美元和实际收益率放在了一起。紫色的线是美国10年期通胀保值债券的收益率，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实际收益率。蓝色的线是美元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报告非常贴心的在图上画出了分位线，把高位区标记为昂贵或者限制性。我们看到目前无论是美元
还是实际收益率，都处在历史上非常高的区间。物理学告诉我们，物体从高处向低处滑落是阻力最小的路径。同样的道理，报告认为，从目前这么高的水平来看，美元和实际收益率未来的最小阻力路径很有可能是向下的。正如我们在刚才图表4所分析的，一个走弱的美元和下降的实际收益率，正是推动金价上涨的两个引擎。我们来到报告的第4页，这里对利率和通胀的关系做了深入的探讨。请看第4页的图表6，标题是如果通胀预期上升，实际利率可能会被压缩。这张图表展示了美国的5年期通胀互换利率和5年期盈亏平衡通胀率，这两个都可以看作是市场对未来通胀的预期。核心观点是，如果市场预期未来通胀会走高，也就是图中的紫色和绿色的线上升，那么也就是名义利率不变，实际利率也会被压缩，甚至下降。而我们反复强调，更低的实际利率对黄金是极为有利的。接着我们看图表7，这张图同样非常精彩，标题是当收益率下降的时候，投资者敏感度更高。这张图表基本上是图表4的升级版，它同时画出了投资者对于收益率曲线的敏感度，蓝色的这条线就是它的敏感度和真实的10年期的收益率。这张图表揭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当收益率真正开始下跌的时候，也就是绿色的线走低的阶段，投资者对它的反应会变得更加强烈，显示为蓝色会更加深入的跌入负值区间。换句话说，投资者不仅关心利率，而且在利率下行的周期，他们会加倍的买入黄金。这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一旦市场确认降息周期开启，黄金买盘可能会呈现出非线性的加速的涌入。最后我们再看一下的是这一页表格2。对于喜欢数据分析的朋友，这张表格是前几张图表背后的发动机，它是一个回归分析的结果，用数字量化了投资者仓位对美元和收益率的敏感度。我们不需要深究这些系数后面的具体的数值，只需要看最后一列的描述。它用最直白的话告诉我们的结论， COMEX 管理基金的净多头头寸对美元指数呈现负相关，对10年期 TIPS 收益率也呈现负相关。这在统计学上印证了我们刚才所有的图表分析，当美元和实际收益率下降的时候，这些大机构就会增加他们的黄金多头仓位。报告在最后一部分总结当中指出，尽管存在一些风险，但如果利率开始走软，风险事件持续，并且美元保持弱势，我们很可能会看到之前那些犹豫的管理基金的投资者带着更强的信念重返市场。特别是8月初疲软的美国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可能正在推动市场往这个方向发展。这将为黄金 ETF 带来更多的资金流入，并且能够在央行购金步伐有所放缓的背景下，为金价提供新的上涨的动力。正如报告所说，这并非已成定局，但所有的拼图似乎正在慢慢的凑齐。这份报告为我们描绘了一幅复杂而且充满机遇和挑战的黄金市场的图景。金价虽然面临着强势美元的阻力，但背后有着坚实的基本面的支撑，尤其是投资者仓位上存在的巨大的补涨的潜力。那么您对黄金市场未来的走势是什么看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我们一起交流一下。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对你有价值，别忘了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打开提醒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们未来任何深入的深度分析了。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